你看啊，这个对面啊，就是一排村民的房子，这些依河而建的房子还建得蛮高的，看上去质量也不错。可他们的门前呢，就停着自己的小亭，一个连着一个的鱼塘，左侧的这些鱼塘啊，这些水泵都在工作着啊，就在这些村里的街道随意的走走，有一种时间停止甚至倒流的感觉。和氏六世左祠，这个是蛮气派的一个祠堂。我推着车本来不是很方便去走一段，但我觉得只要心细一点吧，应该也是不在话下的。燕南村广东南海大地艺术节，哇，这棵榕树还是不错的啊。边上有一些卖土特产的小店。现在我在南海一个叫烟桥村的地方啊，这里被一些香屋啊围绕着一片空地，都成了停车场了。这边还留有一些古迹啊，我们今天也是慕名到这边来看一看。这叫什么？道光28年建的，光绪16年重修的一个叫遗燕书室，也是增寿坊。我们来看看啊，这是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燕南村。这里有个志愿者的服务站，应该是他们的一个村里的旅游中心啊。嗨，大家好，正式再跟大家打一声招呼啊！居然在佛山地区还有一个以前没有来过的村落，这我都觉得有点奇怪啊。按理说我们已经把附近的一些有点名气的村落都转遍了，但今天我们在网上看到有人推荐这个烟桥村，这个烟桥古村啊，据说也是有历史的一个古村落。我们今天开车1个多小时呢，来到了这里啊。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村周围的环境。这里应该是烟桥村的公交站啊。你看这边建了一些仿古的建筑，其实就是他们的一个车站。看上去还挺有意思的啊，一个古村落。这边也有村头的洗手间。再过去一点呢，我看到啊，就是一排村民的房子，面对着一条河。虽然今天气温高达35度啊，这几天只要不下雨啊，温度还会往上窜。你看啊，这个对面啊，就是一排村民的房子，这些依河而建的房子还建得蛮高的，看上去质量也不错。可他们的门前呢，就停着自己的小亭，或者有一个码头。这边也是。这里确实满满的都是以往的痕迹，我们到河边来张望一下。哟，老乡在钓鱼。你看啊，对面那些依河建的房子，
看上去还是蛮宽敞的，应该居住面积很大。前面呢是一条高速公路高架桥，我们刚刚应该就从那边过来的吧。看这边堆了一些以前的这些石块，这石块应该从旧房子那边拆下来的。好，我们到村里骑行一下，看看这个村里的环境到底如何。今天没有做任何攻略甚至都没有去查一下这个村庄的基本的一些情况。我觉得就这么随意的走走看看那如果有些需要查的，我们回去再去查也不迟。现在呢，我们就在这边骑行转转。刚刚我就是在这边走过的，我们再骑到村外去看看，然后再回到村内来。左侧是一个养鱼塘，这些制养鸡都在工作着。你看这个池塘，这里边应该养了不少鱼边上也是。佛山地区的老百姓、农民非常喜欢开鱼塘养鱼的，可能是一个他们传统的经济来源吧。你看右侧这边还有很多正在挖的水塘。在乡村骑行就图自由自在。刚刚我们开车一路过来，来到了这里，应该是属于南海在南海的这些马路上穿行的时候就感觉满眼的都是绿色，非常的舒适。看来这是一个村的入口，我们来看一看。你看这个墙上用金色的做了很多的装饰，很迫切的写着燕南燕桥大道。那好吧，我们继续从这边再一次进村。这个墙上的这些装饰就是当地的一些文化，主要是龙舟文化。虽然今天气温还是比较高但是呢比较爽快就是比较干爽。我觉得骑一会儿车应该也没什么问题这样可以提高一下这个村里闲逛的效率。池塘边呢有一条小路，我们骑进去看看能骑到哪里。你看一个连着一个的鱼塘，左侧的这些鱼塘这些水泵都在工作着你看这个像一个电动的水车一样的，就这样的工作，到底是滋养呢还是发电呢？
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广东农村的景象。看到这些村民们啊，他们开垦无数的池塘，应该全部都是养鱼的吧。其实这些鱼塘啊，都是围绕着村庄边缘开垦出来的，所以对他们来讲也没什么通勤的距离。吃了饭啊，只要合适的时间就到这些水塘来管理一下啊，就感觉还是比较轻松的。这应该是我第一次骑着车来到那么多的鱼塘的边上，听着那些轰鸣的这种水泵发出来的声音啊，就想象一下，这些农民虽然也很辛苦，每年要去买一些鱼苗放入这些水塘，然后要喂食管理，但最终呢，应该会产生不菲的收入，这是他们生活的支撑啊。我感觉也是相当不错的一门生意。我相信比种田，就是种那些粮食稻谷要强很多。这块地方还蛮大的啊，你看啊，这里望过去非常之美啊，远处的山应该就是西樵山了，山下的这个农村的景象。我也不知道应该往哪里走啊，我从这边走着试试看，看能不能回到村里去。但这条路呢，已经铺上了水泥的马路了，应该走车也是可以的。在这些农村的外围随意的骑行啊，就有些有趣，同时呢也非常的放松啊，就有一种自由自在的感觉啊。虽然看出去的风景呢，也不见得都是那种非常漂亮啊，其实还是你看道路边上留下很多这种建筑的垃圾的地方，但是没一会儿呢，前面就已经是村庄了，这个可能就是雁南村了吧。经过一座小小的桥，这个桥叫接龙桥，我们可以来看看啊。这个就是他们河边的农民的房子。哇，这个房子建得还蛮高的嘞，有4、5层那么高。在河的对面啊，就他们利用一些空地种的自留地，种了一些蔬菜吧。你看，他们这些门前啊，都有个小码头，停着他们的那种小艇，像龙舟是那种窄窄扁扁的小艇。这边也是这样啊。这些虽然说不上现代的村屋啊，但是你看还是蛮有生气的。这个沿河地方种了很多的这种盆栽，算是盆景吧。好，我们还是骑到村里面去。
在一些后来农民自建的房的这个中间呢，也混杂着一些一看就是以前的老房子。你看啊，这种墙，这种砖就很有特色。原来这也是一个祠堂吧，叫明镜祠，光绪年代建的一个房子。但是我相信这个房子应该只剩了一部分了吧，只是保留着朝堂，但其他的建筑我相信已经不见了。就在这些村里的街道随意的走走，有一种时间停止甚至倒流的感觉。烟桥正道，这里也有一间民房啊，改成了咖啡店。这边还是有一些老房子的啊。下岗11号，这里是南北大道旗杆夹石，就讲旗杆的石头。这里有个小平台，应该他们村民休息的环境，像一个小公园，还挺不错的。从这边出来呢，就是我刚刚停车的地方了。这条路叫群英巷，这边还有一个拜神的地方。好，我们继续回到村里去转转。就这个村里还是让人想要流连忘返一下。原来这个房子吧，跟100年以前、更久以前的这种样貌已经完全不同了。但毕竟来讲呢，这还是一个村里的村民的房子。云野烟桥小院啊，就刚刚我看见的，这是开了一家店的老房子。这里就是烟桥正道啊，有一个门楼穿进来，你看啊，这个边上也拜着那种土地公。这个房子不知道原来就这个样子，还是特地把它恢复成那种灰砖的样式。这条小街非常棒，
基本上还是以前的风貌。对，有个医馆。这里有个小亭子也不错啊。相信这里呢就到了他们的大祠堂了。烟桥何氏大宗祠，何氏六世主祠，这个是蛮气派的一个祠堂。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介绍啊，佛山19江烟桥历史文化街区，一共有2.9平方公里啊，包括3个自然村，于明代正统14年建村，是这么样的一个村落啊，非常之美的一个村落。这边还有个烟桥文化中心，放着一些桌子、凳子，老人们在这边打牌。门前呢就是一条河，看对面还有龙门2个字，我们在这边看一看啊。挺有意思的一个地方。虽然说村落呢，经过那么多年的变化，有了很多新的农民的房子，已经不像以前那种相貌了，但是毕竟还是保留下了以前古村的格局。这是一条河嘛，看起来像个大池塘嘛。你看这个河里有很多的鱼，应该是野生的，就是几寸长那种鱼，在水里面游曳。这是一个码头，对面停了一个龙舟，有龙门2个字的一块地方，也开了一些当地的小店。这个河边呢，你看啊，它还有一个莲花池，但是都被这种绿色的这种小型的植物覆盖着。总之，这边应该就是村头了。左侧还有一个休息亭，续园亭。在一个池塘中间开出了一条路，看这2边的莲花池完全不同。左侧这边呢还是比较清澈，右侧这边呢盖了一层的这种绿色的植物。这里又是一片空地啊，都停着车。这里藏着几艘龙舟，看啊，这里晒着很多渔网呢，他们还是会到这个鱼塘里面去打鱼的吗？现在针对的就是这个何氏六世宗祠。哎，这边真有意思啊，有一个行人的便桥是可以走过去的。这边有一棵百年古榕。
这边还有个正道讲堂。左前方有一幅画，很漂亮啊，完全是中国画的画法的一个当地的风貌。烟桥古韵，把整座古村落用中国画的一种手法呈现了出来，挺美的。经过一座蛮大的桥，应该新修整的，就叫烟桥。我们来这个桥上看看风景。这就是我刚刚经过的那边有一座步行桥的河面啊，还是非常恬静。然后在这个河的边上呢，建了几个莲花池，边上就有他们的河市宗祠。这里应该就是进村，对着这个村呢，这个桥啊，这是进村的路。那我们到村外也适当的去骑行一下。烟桥文化楼，我看对联上的字啊，写的相当不错。这可能就是我们刚刚开车从外面进来的一条路了。这应该是村外的一条马路，也有说不清的各种各样的产业。这里就是刚刚看到的烟桥，一片空地啊，是正对着河市主祠的一片地方。这里有个咖啡店。我身后这是一个咖啡店啊，然后在这片水域，应该是这里最宽的一片水域啊，正对着呢就是河市的主祠。这边有一块石头，写着古烟桥重修记。古烟桥原名烟桥，始建年代已经不详了，但到了清乾隆年间呢，就有了烟桥之称了，为烟桥村的8大景之一，大概这么一个地方。我推的车本来不是很方便去走一段，但我觉得只要心细一点吧，应该也是不在话下的。颤颤巍巍的过来了，这里河里有很多小鱼仔。一过来呢，正对着就是河市的一个主祠了。这片地方还是挺美的，无论如何，还保留着池塘边前面空旷的一片地方，正对着这条河。这里还有个石刻叫郡国相贤，就在这个百年的大榕树边上，应该有些来历吧。这片地方叫相贤坊，清光绪14年奉旨所建的一个地方啊。
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啊，上面有说明。这边也有一个祭台，拜的是观音啊等等。这边呢就是烟桥村大巷了。好，我刚刚就从这边过来的，我们再从这边去走一段。在这么一个古村的古道上啊，徜徉一番。虽然现在也在想着要恢复以前曾经拥有过的文化，但更多的呢，其实还是以旅游观光为目的啊，就为了吸引更多人到这边来看看，同时呢，也促进一下消费。但是我觉得这些历史文化的记忆存在总好过遗失好，所以在这样的街道上走的应该是不错的。这个就是我刚刚经过的烟桥小院。如果有闲心的，在这种小院的里面啊坐一坐，吃一碗双皮奶啊，或者喝一杯咖啡都可以。还是非常舒适、开心的一段小旅行。好了，我现在要跟我的教练去会合了。等一会儿我们再开车去那里转转啊，分享给大家。在佛山南海这边啊，这一段的乡村之旅，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我们改日出行再见了，拜拜。